你从麻瓜开始起飞了吗？我是与你分享灵性觉醒所见所闻，同时也陪伴你在魔法世界中喜悦自在飞翔的奇尼。今天想跟你聊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，也非常神圣又温柔的主题，就是动物灵。如果你之前有听过我节目比较早期的那一集，叫做认识你的动物守护灵，他们无条件爱着你，应该会对这个主题不陌生。那一期真的收到很多人的回应，大家都说超有感的。如果你还没有听过，非常推荐你等一下可以回头去听听看。那今天我想带你更深入一点，来聊聊一个很常被混在一起，但概念其实有一点差别，就是动物守护灵跟个别的动物灵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之前在看《灵性动物完全指南》这本书的时候，有一段话我印象超深刻。他说，动物充斥在我们的意识与生活环境之中，时刻与我们同在。它们以实体以及象征形式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，而这些美妙的生物也正以我们意想不到的各种方式，一路引领、教导、疗愈着我们。这段话提醒我们，其实动物灵是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的，只是我们不一定有意识到。而且，动物灵也有不同的形式和层次哦。像动物守护灵，比较像是一个灵性群体的能量，比如说狼群、猫科动物、老鹰等等。它们通常代表的是一种集体意识，一整个灵魂族群。这些族群可能会在你不同的人生阶段出现，来支持你，给你直觉、力量、疗愈，或者提醒你正在经历的什么样的转化。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个别的动物灵，也就是一只很具体的灵性动物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其实有些动物灵早就默默地待在我们身边了。它可能是你曾经养过、陪你走过一段人生的毛小孩，也可能是某一只你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，但在梦里、冥想里、灵气疗愈的过程里，都会一直感觉到它出现，甚至跟它之间有很深的连接。有人说过，动物是天使，是祖灵，是来自灵性世界的讯息传递者。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呼唤，动物灵就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回应你。它可能出现在你生活中不断重复看到的图像里、梦里，或者是真实世界中的动物，带给你心里莫名的感动。这些都不是巧合，世界上所有的讯息都是有意义的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很特别的学生的故事。每次帮他做灵气点化，我总是会在他的能量场里看见一只雪白的大狗狗，毛发很长，能量非常温柔安定。它不发出声音，也不打扰，总是静静坐在他的左后方，像是一位不请自来却又理所当然的守护者。有几次我还看到它的能量变得非常大，像是一道纯白的光盾，包围着它整个身体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这只狗狗是他小时候邻居家养的，不是他的宠物，却是他小时候每天最期待见到的朋友。他总会在他下课回家的路上跑出来迎接，或者是陪他坐在骑楼下发呆，讲小秘密。就是这么简单的互动，但灵魂之间的频率对上了，这样的缘分成为了一份超越死亡与时间的灵魂契约。即使他早已离开肉体，却依然选择留下来，用灵性的方式陪着他。这听起来很像电影，对吧？但是我也有一段属于我自己的动物灵故事。我曾经养过一只猫咪，它陪伴我的时间不长，但我跟它的连结却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有一次，我跟它的灵魂连结，看到我们之前某一世，
我是一个住在森林里头的小男孩，而他是一只总是跟着我奔跑打猎的大狗狗。更神奇的是，更早以前，它还曾经是我家门口的一棵仙人掌，一棵静静站着几十年如一日的植物灵。它陪着我从童年到成年，而这个灵魂从几世前的一棵树，走到前几世陪伴我的动物家人，到这一世的猫咪家人。虽然它在这一世陪伴我的时间不长，但我却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动物家人。它教我怎么去爱，也教我什么叫做放手，还有怎么祝福一段灵魂旅程的圆满离开。你呢？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灵魂动物？也许它曾经是你深爱的毛小孩，也许它早已离开，但是你总是感觉到它的气味、它的眼神、它的陪伴，从未真正的消失。我想告诉你，这样的感觉多半是真的。我家里也有几只猫咪，早就已经都回到动物王国，有些选择再次轮回，体验不同的动物身份以及地球故事。但是也有一些选择继续以灵的样貌来守护着我们。其中有一只猫咪精灵曾经跟我说过，能够长时间陪伴在身边，是一份灵魂深处的约定。那不是普通的缘分，而是一场至少11年以上的陪伴的灵魂契约。所以，如果你这辈子真的也有过这样的动物家人，陪伴你超过10年以上，无条件的守护你，那你真的很幸运，因为那是灵魂安排里最深情的祝福。每次当我看到猫咪灵回来陪伴家人的模样，我的内心总是会有深深的感动。那种跨越时间、跨越语言、跨越物质世界的陪伴，是那么的纯粹，那么真挚。那是一种只存在灵魂深处的爱，安静却非常有力。如果你有类似的故事，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。我们刚刚聊到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的动物家人，有些会在离开后变成灵魂的守护者，继续默默地陪着我们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有时候还会出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况，是那些你根本不认识，但是他们自己就主动靠近你，想当你灵魂家人的动物灵。这种情况我真的遇过，而且不止一次哦。先引用一句我很喜欢的书里的话来铺个梗，在《Animal Talk》这本灵性经典书里头，作者 Ted Andrew 提到，力量动物常常在我们准备好接受他们的疗愈时出现。有时我们是无意间召唤了他们，有时他们则是因为感受到我们的频率，自愿靠近。我亲身经历过的那几次，真的就像是灵魂的邀请信，不小心被寄出去了一样。其中一次是我们全家去新加坡旅行，那一个晚上，我们从圣淘沙回到饭店，结果在回程的路上，我不小心解锁了魔法，就是突然之间打开灵性通道的感觉。我突然觉得周围的空间能量改变了，像是有某些能量体靠近，整个人起鸡皮疙瘩，而且不是那种普通的冷，是那种灵气正在激烈震动的感觉，甚至有点恶心，想吐。我知道那不是单纯的动物灵，于是我立刻进入防御模式，一边念着意志宣言，一边打着灵气符号，请扬声大师跟守护神来帮忙清理场域。还好过了一会，那个主要的能量体被隐隐的送走了，但是我突然发现脚边却还有一个温柔的能量没有离开，是谁呢？是一只带着水元素的蜥蜴灵。我感觉到它的气场像水波一样，一圈一圈的打在我的脚踝上，轻柔但是存在感很强。我问他怎么来了，才发现是几天前我在公园遇见一只超巨大的马来西亚泽巨蜥，它非常可爱的停下来让我拍照。我当下一直夸奖它帅气，后来在圣淘沙园区看着 Monitor Lizard 的告示牌，我还自言自语的念出了它的名字跟介绍。
那一连串的称赞、念名加上投射爱意，构成了灵性的召唤。灵魂听见了，通道就开了，所以它就出现了。除了这次的蜥蜴之外，还有一只更深情的鸡呢。你没有听错哦，就是鸡。那一次我在纽西兰旅行，在公园里遇到一群当地的紫水鸡，它们身上有着超美的蓝紫色羽毛。我当下完全化身为迷妹模式，一直对它们说：“哇，你们也太美了吧，怎么这么可爱？”结果当下马上收到他们送来的一根蓝色羽毛，像是一种回应。隔天，我搭飞机前往南岛，抵达机场附近的饭店。刚进房没多久，我就感觉到有个能量体在我的四周转圈圈。虽然当下没看到具体形象，但能量感非常明显。这时候，猫咪守护灵跳出来跟我说了：“哦，你昨天夸奖的那个鸡现在跟着你了哟。”我整个人笑出来了。啊，什么是昨天的那只鸡啊？我立刻开始做清理、打结界、补能量，做个人意志宣言，剪断连接，该做的统统都做了。结果那只机灵还是飞到了我的头顶。猫咪守护灵说：“它是比较低阶的动物灵啦，听不懂你要叫它离开，只觉得你发着光又很温暖，打算在你的头顶筑巢喽。”我当时真的是哭笑不得。最后呢，我只好大声的感激，模拟农村赶鸡的方式，才终于把他请出了房间。他离开了，没错，但是呢，他还守在门外不走。10天后，我再次回到同一个饭店，没想到他居然还在。一看到我，他就像是小粉丝一样黏上来。他这么的深情，我都开始认真的思考，是不是要收编他当我的动物灵家人了呢？这些故事也让我明白一件事：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开口召唤，但只要我们的频率发出一种欢迎的讯息，这些动物灵就会悄悄地靠近你，陪伴你。所以你也可以问问自己，最近有没有哪种动物一直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呢？有没有一只你从来没有养过的动物，却让你感觉特别熟悉呢？有没有可能你早就在灵魂深处发出了一道"我准备好接受你的邀请了"呢？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可爱故事，真的好希望你留言或私讯跟我分享哦。说到这里，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浮现这样的念头：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位这样的灵魂动物家人呢？那个曾经陪伴过我的他，有可能再度回到我的身边吗？我懂这样的渴望，真的，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位这样的朋友，他和他的猫咪之间有一段非常深刻的灵魂故事。那只猫陪了他整整19年，他们的关系不只是主子与奴才，更像是一对默契十足的灵魂伴侣。当那只猫回到动物王国，他当时心里最深的愿望就是希望猫咪能够再回来，再次成为他的家人。但是在离世动物沟通的过程当中，猫咪的灵魂轻轻地对他说：“我这一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我想去体验一些新的生活，走一段属于我自己的灵魂旅程。”他很温柔地表达了自己的灵魂选择，而我的朋友当下听到的时候真的很伤心，但是他也慢慢的一步一步学会接受他的选择。有时候，真正的爱不是牵住不放，而是懂得放手，尊重每个灵魂的方向，也祝福彼此未来的旅程。但是这段故事并没有结束哦。几个月后，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我那个朋友小时候曾经养过一只狗狗，那只狗狗的灵魂一直默默地守护着他。狗狗感受到他的孤单跟想念，主动选择回来，重新投胎到他的生命里。最让人感动的是，这一次那只狗狗转世成为了一只全身雪白、毛发柔软、眼神温柔的小猫咪。而这样的形象正好是我朋友一直最喜欢的样子。
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很深情的灵魂回应呢？虽然狗狗不是原来的那只猫咪，但是它带来的爱是一样的深，一样的熟悉。这就是灵魂之间最奇妙的事情。爱不在形式，而在频率。所以有些你深爱过的动物家人，真的有可能会再回来，但是也有一些会选择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你，也许是远远的保护，也许是化身成另外一个灵魂，重新靠近你，甚至也可能是某个你还不认识，但命中注定会遇见的动物灵，正准备进入你的生命。其实动物灵的世界真的没有我们想的这么遥远，只要你愿意打开心，它们一直都在。如果你也曾经有过类似被动物灵触动的感动，也请你温柔地跟他说声谢谢你，谢谢他曾经来过，也谢谢你愿意打开心，去接住来自灵性世界的那份爱与陪伴。今天的魔法飞行就到这边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也希望你能够订阅频道，收到我们未来不同主题的麻瓜起飞小故事以及访谈。祝福大家有个充满惊喜的飞行，拜拜喽！